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许多人天天吞的保健圣品鱼油。也许您已经吃了鱼油好多年，自以为对健康大有注意。然而惊人的真相是，您吃了多年的鱼油可能全都吃错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医生透露，鱼油确实有5大功效，但同时也特别指出，有3种人千万不要碰鱼油。不仅如此，如果服用方法不对，鱼油不但无效，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索鱼油的秘密，帮助您搞清楚鱼油真正的益处、正确的吃法，以及哪些人反而应该敬而远之。说到鱼油，就不得不提它的关键成分 Omega-3 脂肪酸。这是一种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包括 EPA 和 DHA 2种主要类型。人体无法自行合成 Omega-3， 只能从饮食中获取。然而现代人的饮食往往 Omega-6 脂肪酸摄取过多，常见于各种植物油和加工食品，却严重缺乏 Omega-3。 Omega-6 摄取过量， Omega-3 不足，会导致身体炎症反应增强，埋下健康隐患。因此为了平衡 Omega-3 与 Omega-6 的比例，许多人开始额外补充鱼油，希望借此改善健康状况。鱼油其实就是从富含脂肪的深海鱼、如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等体内提炼出的油脂，浓缩了 Omega-3 精华。早在20世纪中叶，科学家就开始注意到常吃鱼的族群比较不容易得心血管疾病。1970年代，2位丹麦医生研究发现，居住在格陵兰的因纽特人心脏病发病率极低，他们的饮食富含鱼类、海豹等高 Omega-3 的食物，这被认为是 Omega-3 保护心脏的有力证据。自此之后，鱼油声名大噪，成为全球畅销的保健食品。不论是银发族想护心降脂，孕妈咪想补脑育儿，还是上班族想防眼睛干涉、抗疲劳，大家都争相把鱼油当作日常必备的营养补给。然而，鱼油真的是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吗？接下来我们就细数鱼油的5大功效，并揭开常年服用鱼油可能存在的误区。经过大量研究与临床观察，鱼油中的 Omega-3 被证实对人体有多方面的好处。我们整理出鱼油最主要的5大功效如下。1. 维护心血管健康。鱼油对心脏和血管的保护作用最广为人知。EPA 和 DHA 能够降低血中三酸甘油酯、中性脂肪的浓度，并适度提高好的胆固醇 HDL。这种调节血脂的效果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，减少罹患冠心病的风险。此外，鱼油还有轻微抗凝血作用，能让血液流动更顺畅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压。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人适量补充鱼油，可能帮助控制血压和血脂，减轻心脏负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研究发现，经常吃深海鱼的人心律不整的发生率较低，推测鱼油有助于稳定心率。当然，鱼油不是药物，对已经有严重心脏病的人并非急救仙丹，但在日常保养上，它确实能替您的心血管系统提供一层保护膜。2. 照顾眼睛健康。如果您长时间用眼，饱受干眼症困扰，鱼油可能会是眼睛的好朋友。DHA 是视网膜中重要的构成成分之一，被誉为视力维他命。充分的 DHA 有助于维持视网膜细胞的正常功能，增强眼睛对光线的感受能力。有研究指出，补充 Omega-3 可以延长泪膜破裂时间，并降低泪液的渗透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眼睛表面的泪膜更稳定，减少干涩和疲劳感。对于长期面对电脑的上班族，鱼油或许能缓解眼睛酸涩的不适。此外，鱼油还被发现对于延缓黄斑部退化有潜在益处。如果搭配叶黄素等营养素，鱼油可能在保护老年人的视力方面发挥加成作用。所以，不想以后老了眼花花，多吃点鱼或适当补充鱼油，未雨绸缪，对眼睛有好处。3. 抗发炎，缓解关节不适。Omega-3 脂肪酸天然具有抗发炎的特性。现代医学发现，体内长期的慢性发炎和多种慢性疾病有关，例如关节炎、发炎性肠道疾病，甚至心血管疾病。鱼油中的 EPA 会转化成对抗发炎反应的物质，帮助抑制发炎因子，如细胞激素的产生。
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而言，长期补充鱼油可能减轻关节的肿痛僵硬，降低早晨起床时的僵硬感，甚至减少对消炎止痛药的需求。有些银发族常说吃鱼油后觉得膝盖比较灵活，这并非迷信，而是 Omega-3 在体内发挥了润滑关节、降低炎症的效果。除了关节，鱼油对其他发炎性疾病也有帮助的潜力。例如，有研究在探讨鱼油对红斑性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影响，结果显示适量 Omega-3 也许能调节免疫反应，减轻过度发炎的情形。总之，鱼油就像体内的消防队，哪里发炎就赶去帮忙灭火，维持身体机能的平衡。4. 改善情绪与脑部功能。大脑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脂肪，其中 DHA 是脑细胞膜的重要构成。充足的 DHA 被视为脑黄金，对维持大脑的灵活运转必不可少。首先，在情绪方面，科学家发现忧郁症患者体内普遍 Omega-3 指数偏低，透过补充鱼油提高 EPA-DHA 的摄取，能帮助减缓忧郁症状。一些临床研究甚至把高剂量鱼油作为抗忧郁药物的辅助疗法，结果显示患者情绪改善幅度比单独用药更大。除了抗忧郁，鱼油对于一般人的情绪稳定也有正面作用。很多上班族工作压力大，经常感到焦虑烦躁，如果在饮食中增加富含 Omega-3 的食物或鱼油补充，可能会觉得心情比较平和，专注力也提升了。再来谈谈记忆与智力，鱼油在这方面的表现同样亮眼。孕妇在怀孕中后期及哺乳期适当补充 DHA， 对胎儿和婴儿脑部发育有重要帮助，据说能让宝宝将来的视力更好，手眼协调更佳。而对老年人来说，鱼油则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。一些调查发现，经常吃鱼的长者罹患失智症的比例较低。DHA 丰富的大脑，神经讯息传导会更顺畅，记忆力衰退的速度也可能减缓。当然，鱼油不能让你一夜变聪明，但长期来看，它是脑部健康的可靠资源。5. 促进孩童成长发育。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，鱼油提供的 Omega-3 也是不可或缺的营养。DHA 对视觉和认知发展至关重要，直接影响幼儿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。一些研究指出，从小摄取足量 Omega-3 的孩子，在手眼协调、反应速度等测试中表现更佳。鱼油甚至被证实能改善多动症 ADHD 孩子的某些症状，帮助他们提高注意力，减少冲动行为。此外， Omega-3 还与免疫系统成熟有关，充足的鱼油或可降低孩童过敏和气喘的风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妈妈在怀孕期间透过饮食或补充品摄取鱼油，不仅让胎儿受惠，对母体自身也有好处。医学界早在2006年就有报告指出，孕妇从怀孕约20周开始，每天补充适量鱼油，不会增加出血风险，反而可能降低早产率，并让新生儿的发育指标更理想。总而言之，鱼油对下一代的成长好处多多，难怪许多父母会选择让孩子适量补充鱼油来赢在起跑点。以上列出的5大功效，可以看出鱼油几乎全方位照顾我们从头到脚的健康，上可保心护眼，下能活血润肤，内能抗炎稳情绪，外可健脑助发育。难怪有人把鱼油捧为营养界的万灵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鱼油虽好，也并非人人适合，顿顿皆宜。若使用不当，不但可能收不到预期效果，还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揭开服用鱼油常见的误区，以及医生特别点名警告的3类禁忌人群。许多人听说鱼油有益健康后，就赶紧买来天天吞。但您是否想过，鱼油要怎么吃才有效？如果吃的方法不对，等于白忙一场，甚至好心做坏事。以下是鱼油服用的几个常见误区，来看看您中招了没有。误区1，空腹吃鱼油。有些人早上起床空着肚子就吞鱼油胶囊，觉得这样吸收快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鱼油本质上是油脂，必须依赖胆汁和酶去消化吸收。如果空腹服用，消化液分泌少， Omega-3 的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。正确的做法是随餐或饭后服用鱼油，尤其在包含一些健康脂肪的餐点后服用效果最好。食物，特别是含脂肪的食物，
会刺激胆汁分泌，帮助鱼油中的有效成分被肠道更充分的吸收。如果您平常都是早餐最丰盛，不妨把鱼油安排在早餐后吃。如果晚餐吃得较好，就晚饭后补充。总之，记得饭后吃鱼油胜过空腹硬吞。误区2，与茶咖啡同服。很多人喜欢早上喝咖啡，饭后来杯浓茶。但您知道吗？茶与咖啡不宜和鱼油同时摄取。茶叶中的单宁，咖啡中的咖啡因可能干扰营养素吸收。如果您一边喝茶或咖啡一边吞鱼油， Omega-3 的吸收效率可能会降低。另外，膳食纤维也是鱼油的劲敌之一。现在不少人会额外补充水溶性纤维粉，促进肠道健康。但纤维有吸油作用，会把鱼油也一起吸附带出体外。所以，若您有在吃纤维补充剂，最好和鱼油错开1-2个小时，不要同时服用。简单来说，鱼油用白开水送服最佳，尽量避免和茶、咖啡、纤维素等一起进食，以免鱼油还没被身体利用就浪费掉了。误区3，剂量随意，浓度不管。有的人把鱼油当维他命 C， 一天吃个1粒就觉得万事大吉，但事实上可能剂量远远不够。医生建议成人每日需摄取至少约1000毫克的 Omega-3 脂肪酸 EPA 加 DHA 总和，才能产生明显的保健效果。然而，市面上一些鱼油胶囊体积大，但实际含的 EPA 加 DHA 却很少。例如，某些产品每粒胶囊只有300毫克 Omega-3， 那么一天至少得吃3-4粒以上才够量。如果您长期只吃1粒低浓度鱼油，那可能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只是在吞其他没用的油脂而已。此外， Omega-3 浓度低的鱼油产品往往伴随较多热量摄入，无形中增加身体负担。选择高浓度鱼油是更聪明的做法。专科医师指出，优质鱼油的 Omega-3 纯度应该在 80% 以上，有些顶级产品甚至做到 90% 以上纯度。高浓度意味着每一粒胶囊就提供充足剂量，不必一天吞一把胶囊。同时也要留意 EPA 与 DHA 的比例，一般推荐比例约为3:2左右，这种配比更接近人体需要。如果您手头的鱼油标示不清楚含量，不妨换一款信誉良好的产品，确保真正摄取到有效成分。误区4，购买和保存不当。您买的鱼油品质如何？保存方式正确吗？这些都会影响鱼油的效果。鱼油容易氧化变质，特别是在高温或日晒环境下放久了会变得哈喇味，俗称油耗味。变质的鱼油不仅功效流失，还可能产生对身体有害的氧化产物。如果您的鱼油软胶囊闻起来有强烈腥臭或油耗味，那多半是放坏了。千万别因为舍不得钱还继续吃。正确的做法是将鱼油存放在阴凉干燥处，避免阳光直射。有些鱼油打开后最好放冰箱延长新鲜度。再者，购买时应挑选有信誉的品牌，注意产品是否通过纯度检测，是否有加入抗氧化剂，例如维生素 E， 防止氧化。品质好的鱼油胶囊应该呈透明或淡黄，不应有混浊沉淀。买到劣质或变质的鱼油，等于让身体吞下一堆坏掉的油，哪里还谈什么保健效果呢？所以，聪明的您一定要选对产品，妥善保存，别让辛辛苦苦吃的鱼油功亏一篑。了解了以上这些误区，相信您对鱼油的正确打开方式已有概念。概括来说，就是选择高品质高浓度产品，按建议剂量长期规律服用，随餐入口，避开干扰吸收的食物。做到这几点，鱼油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。然而，再好的补充品也并非适合所有人。对某些人来说，鱼油可能非但无益，还有潜在风险。下一段，我们就来揭晓医生点名的3类禁忌人群，看看您或您身边的人是否属于不该碰鱼油的类型。医生警告，有3种人在未经专业评估下不宜随便补充鱼油，否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。我们一一来说明是哪3类。第一类，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或凝血功能异常的人。鱼油有轻度抗凝血，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。对一般人来说，这或许有助预防血栓，但对于正在服用抗凝血剂，例如阿司匹林、华法林等的人而言，两者效果叠加可能让血变得过于稀薄，增加出血风险。
曾有医师遇到患者为了保健自行，每天吃大剂量鱼油，结果小伤口流血不止，甚至引发鼻血不止的案例。如果您本身有出血性体质或血友病等凝血功能问题，更要非常小心。这类人士并非绝对不能碰鱼油，但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评估剂量。有手术计划的人也需注意，手术前至少1周应停用鱼油，否则可能因凝血时间延长导致手术中大出血。总之，凡是凝血机制可能受影响的状况，都要对鱼油敬而远之或谨慎使用。乱吃鱼油恐引发大出血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第二类，对鱼类或海鲜严重过敏的人，这点其实很直观。鱼油既然来自鱼，如果您对鱼本身过敏，那鱼油补充剂80%也不适合您。曾有过敏体质的人服用鱼油后出现荨麻疹、喉咙肿痒甚至呼吸困难的报告。这类反应虽然并不常见，但过敏体质的人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果您对海鲜，特别是深海鱼，有明确的过敏史，建议避免传统鱼油产品。现在市面上也有以藻类提取的 Omega-3 补充品，声称不含鱼源蛋白，过敏风险较低。这或许是海鲜过敏者的替代选择。但在尝试任何新补充品之前，仍应咨询医生或过敏专科意见，确保安全，切忌心存侥幸，逞强补充，否则一旦引发严重过敏反应，得不偿失。第三类，怀孕后期或即将临盆的孕妇，先别误会，这里并不是说孕妇完全不能吃鱼油。事实上，孕中期适量补充鱼油对胎儿发育有益。然而，在怀孕最后1-2个月，约32周以后，以及生产前后，孕妇最好谨慎看待鱼油的摄取。原因在于，临产前孕妇本身就面临出血风险，而鱼油的抗凝效果可能增加分娩时大出血的几率。一些妇产科医生会建议孕妈在怀孕最后几周停用鱼油等保健品，以免影响凝血功能。此外，孕晚期时有些准妈妈反映吃鱼油容易反胃不适，这时也没必要强迫自己补充，可以从日常饮食的鱼类中获取 Omega-3。总而言之，孕期服用鱼油应该遵照医嘱，特别是临盆在即的孕妇，若没有医生建议，暂时先别碰鱼油为妙。等生完孩子，伤口愈合后再恢复补充也不迟。除了以上3类，还有几种情况也需要对鱼油多加留意。例如，严重肝病患者，由于肝脏掌管凝血因子制造，肝功能不全者吃鱼油可能更容易出血。这类人补充前务必咨询医师。同样地，免疫功能极低下，如接受化疗的病人、艾滋病患也应小心鱼油与治疗药物的交互作用。此外，素食者如果坚持不吃任何动物来源产品，传统鱼油显然不适合，他们可以改选植物性 Omega-3， 来源如亚麻籽油或藻油。总之，如果您的健康状况较为特殊，或者正在服药治疗某疾病，在考虑鱼油时，一定要先请教专业医师的意见，不要自行乱吃。对一般健康成人而言，鱼油算是相当安全的营养补充，但对上述高风险族群可就未必安全了。总的来说，鱼油作为现代人常用的保健食品，确实有许多经科学支持的好处，从强健心脏到明亮双眼，从抗炎护关节到稳定情绪，再到促进大脑与发育。鱼油的5大功效让它荣登营养补给的明星宝座。但是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鱼油不是万灵丹，指望每天吃1粒鱼油胶囊就能拥有铁布衫般的健康是不现实的。如果生活方式不改善，依然大鱼大肉、蔬果不足、缺乏运动，那么鱼油再多也难以挽救健康于水火之中。鱼油应当是健康生活的辅助手段，而非救命稻草。聪明的您，在看完本文后，想必已经知道怎样正确的对待鱼油了。首先，评估自身是否真正需要额外补充。如果您本来就每周吃好几次鱼，饮食均衡，其实未必需要天天吃鱼油 pills。如果决定补充，请选择高品质产品，并按照科学方式服用，避开那些常见误区。最重要的是，保持平衡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鱼油才能如虎添翼，为您的健康锦上添花。最后再提醒一次，某些特定族群，如正在服用抗凝血药、鱼虾过敏者、孕晚期妇女等，千万别乱吃鱼油。有需要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。
健康没有捷径，适合自己的补充品加上适度的生活管理，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帮助您真正搞懂鱼油的惊人真相，不再踩入错误的陷阱。下次再面对琳琅满目的保健品，您也能理性判断，选择对自己最有益的那一瓶。祝愿大家都能聪明养生，健康长长久久。